我不是想赢，我只是不想输而已。这句看似轻描淡写的话语，却如同一记重锤，精准敲开了王一博精神世界的内核。他没有宏大的叙事，也没有煽情的渲染，只是将一种深植于骨髓的倔强与清醒，毫无保留地摊开在世人面前。在当今这个崇尚速成、追逐及时反馈的时代，太多人将目光死死锁定在赢的光环上，渴望一夜成名、一战封神，而他却把重心落在了不输的底线之上。这不仅是竞技体育最朴素的底色，更是他面对人生每一次选择时恪守的准则。我始终觉得，这句话之所以能跨越圈层，击中无数人的心，是因为它彻底剥去了成功学的华丽外衣，还原了一个年轻人面对热爱时最本真的姿态，不贪捷径，不存侥幸，只求在每一次全力以赴后，能对得起自己的初心。2019年，陈情令的爆红将王一博瞬间推向了流量的巅峰。按照娱乐圈既定的商业逻辑，此时的他本该乘胜追击，密集接洽综艺、代言与古装剧，将泼天的热度快速转化为可见的商业价值。然而，他却选择了一条截然相反的冷峻之路，毅然签约万里达雅马哈车队，正式踏入职业赛车领域。在聚光灯最耀眼、资源最丰沛的时刻，他转身走进了轰鸣的赛道、刺鼻的汽油味与严苛的体能训练中。这绝非一时兴起的跨界玩票，而是经过深思熟虑，愿意为之承担摔车风险与舆论压力的长期深耕。每当回望这个决定，我都忍不住感叹，在众生喧哗中保持清醒何其艰难。他宁愿放弃唾手可得的舒适区，也要去拥抱充满未知与挑战的硬核领域。这份对热爱的纯粹与对自我边界的主动突破，早已超越了娱乐工业的常规人设，更像是一位苦行僧式的追光者。初入赛场的他，面对外界的质疑与猎奇目光，始终以最沉默也最有力的方式回应。当有导演在赛后采访中夸赞他在赛道上的姿态特别帅时，他没有顺势迎合流量话语，而是神色凝重的纠正，比赛里没有帅，只有速度。当被问及与摩托车的情感连结，他也摒弃了所有煽情套路，只留下一句掷地有声的回应：现在是职业了，要做好，不只是喜欢。这两句话没有修辞的堆砌，没有情绪的铺垫，却字字千钧。读到这里，我深深感受到一种去娱乐化的职业尊严。在流量为王的语境下，他主动撕掉了偶像的精致包装，用最朴素的逻辑重新定义了热爱。热爱不是社交平台的打卡炫耀，而是日复一日的死磕、对规则的敬畏，以及将兴趣升华为专业素养的漫长修行。这种对极限的敬畏与执着，并未止步于赛道，而是自然延伸至他对户外探索的每一次征途中。在某档户外纪录片的收官之战中，他直面高达520米的绝壁岩层，向人类体能与心理的双重极限发起冲击。高空的失重感、肌肉的酸痛与长时间的缺氧，足以让多数人中途放弃，但他全程目光如炬，步伐沉稳，凭借骨子里那股不认输的韧劲，一寸一寸向上攀爬，最终成功登顶。看着他在岩壁上沉默前行的画面，我仿佛看到了一种现代都市人久违的生命力。他不是在表演勇敢，而是在用行动证明，真正的强者从来不是无所畏惧，而是带着恐惧依然向前。这份纯粹与专注，足以成为无数平凡人在疲惫日常中的精神弹泵。除了赛车与攀岩，滑板这项伴随他成长的街头运动，同样承载着他从个人爱好向公共责任跨越的轨迹。作为巴黎奥运会资格系列赛上海站的推广大使，他不仅积极参与赛事宣传，更放下身段与热爱滑板的青少年面对面交流，分享技巧与训练经验。他深知，一项小众运动若想真正走向大众与奥运殿堂，需要的不仅是冠军的奖杯，更需要有人愿意俯下身来铺路，搭建沟通的桥梁。这让我意识到，真正的出圈从来不是居高临下的施舍，而是平视的共情与托举。他将个人的热爱转化为推动体育文化发展的公共能量，这种格局早已跳脱了娱乐明星的流量逻辑，展现出青年公众人物应有的社会担当与文化自觉。赛道上的风骨，往往在逆境与争议中才最为耀眼。2020年珠海摩托车赛上，王一博一路领跑，却在最后一圈遭遇对手违规碰撞，赛车失控摔出赛道，冠军梦碎。面对全网粉丝的意难平与舆论的沸腾，他第一时间公开发声，直言摔车是运动员必须面对的事，体育精神不能丢，并主动呼吁粉丝保持冷静，将裁决权全权交给赛事组委会。没有抱怨，没有煽动，只有对规则的绝对尊重。这场风波至今让我记忆犹新。在情绪极易被算法与流量裹挟的今天，他能克制住本能的委屈，选择维护竞技体育的公平底线。这份超越年龄的成熟与格局，
恰恰印证了雷军当年那句他骨子里有股不随大流的狠劲的精准预判。懂得克制，才是真正强大的开始。真正的实力，从不靠运气加持，而是由无数次危机处理与肌肉记忆堆砌而成。在2025年的一场关键赛事中，他的赛车突发严重轮胎故障，瞬间陷入失控边缘。危急关头，他没有任何慌乱，迅速冷静判断走线，优先保障安全后精准滑入维修区，全程零违规、零失误。同年的上海站，暴雨突至，赛道湿滑如镜，能见度骤降。在极端恶劣的天气下，他驾驶85号梅赛德斯赛车，每一次切弯，每一次超车都精准如手术刀，最终硬生生在雨战中夺下 GT3AM 组冠军。这两场比赛的对比，让我深刻体会到职业素养4字的分量。赢下顺境靠天赋，但拯救险局，赢下雨战，靠的是千百次训练刻进骨子里的冷静与对机械极限的精准感知。他不是在单纯的驾驶，而是在与物理定律和极端环境博弈。这种将专业做到极致的态度，令人肃然起敬。当王一博站上中国超级跑车锦标赛的起跑线时，他早已不再是那个被贴上跨界玩票标签的艺人，而是被国际赛车圈证明的一线车手。海外专业媒体亚洲赛车门户公开称他为赛车界不可忽视的力量。意大利赛事解说更在直播中惊叹其走线冷静精准，防守如铜墙铁壁，直接赋予他 The Wall 的硬核称号。他的每一次换挡，每一次制动，都在无声地打破外界对流量明星的刻板印象。看到外媒不吝赞美之词，我心中涌起的是一种复杂的文化自豪感。长期以来，中国赛车文化在国际舞台上的声量有限，而他以职业车手的身份硬生生撕开一道口子，让世界看到中国青年在极限运动中的专业与韧性。这种跨越语言与文化的认可，比任何商业奖杯都更具历史分量。2026年4月，上海站赛事尘埃落定之际，新华社体育频道罕见地以官方口吻发布长篇点评，高度肯定王一博跨界深耕专业，以实际突破自我的执着。官媒的发声并非偶然，而是对其长期以来以自身影响力带动国内赛车文化普及，让更多年轻人爱上专业运动的正向反馈的集中认可。这不仅是对一名车手的褒奖，更是对一种健康青年价值观的时代倡导。官媒的定调往往代表着主流精神的指向。当权威媒体愿意为一个年轻人的笨功夫与长期主义背书时，我看到的是一种价值观的回归。在这个浮躁的时代，踏实做事的人终将被看见，而那些试图走捷径的喧嚣，终将被时间无情过滤。真正的顶流，从来都是靠实力沉淀出来的，而始终在一旁默默关注并力挺他的，还有小米集团创始人雷军。早在赛事筹备期，雷军便公开预告将亲临现场助威，更以赛事总冠名商代表的身份站上围场。要知道，这是小米首次以冠名形式深度介入顶级赛车赛事，而王一博曾是小米品牌的重要代言人。雷军在社交平台直言，看完王一博的测试视频后，自己都想去赛道上跑2圈。字里行间毫无商业客套，只有同行者对专业实力的纯粹欣赏。这段双向奔赴的佳话，让我读懂了商业与体育最健康的互动模式。雷军的看好并非一时的营销噱头，而是基于对长期价值与硬核实力的敏锐洞察。而王一博的回应，则是用赛道上的卷速与零失误，将这份信任兑现为实打实的战绩。商业巨擘与青年车手的精神共鸣，恰恰印证了专业主义才是跨越圈层的通用语言。从荧幕前的演员到岩壁上的攀登者，从滑板场的推广大使到国际赛车场上的85号车手，王一博的每一步都踩在热爱与死磕的鼓点上。外媒的聚焦，新华社的发声，雷军的力挺，从来不是流量算法的偶然叠加，而是时间与汗水浇灌出的必然结果。他从未试图用捷径换取掌声，只是把每一件热爱的事都做到了问心无愧。合上这篇书里，我忽然明白，所谓影响力，从来不是数据堆砌的泡沫，而是用专业、品格与长期主义筑起的护城河。王一博的故事之所以动人，是因为他让我们看到，在热搜与算法之外，依然有人愿意相信慢就是快的力量。时间从不辜负沉默的耕耘者，而那些在无人问津处依然咬牙坚持的瞬间，终会汇聚成照亮时代的光。